8年前，京城第一才女的封号是一道催命符。那天雪很大，亲哥亲手为我喝下迷药。这一切本就该是赏上的，你认了吧。我最爱的男人，把属于我的尊荣，全都给了冒牌妹妹。8年后，他们寻来，扬言要替我除掉这些累赘。殊不知，他们眼里的孩童，个个都是权贵子弟，曾经欠我的所有，我定会无一讨回。我躲到这天高皇帝远的边疆，他们居然还是找过来了。小婉，你不是最讨厌孩子吗？你以前说你的目标是做大婶最厉害的女相，你们变成了这样。我们回家，走。姐姐，当年是哥哥亲自说父亲母亲给你下了迷药，是太子哥哥故意调换了我们的花轿。那杀猪匠虽然长得丑，但他曾对流落在外的常常有恩，人很好。婉音，这8年你只是吃了点苦头，事情过去了，别闹得太难看。姐姐，如今那杀猪匠已死，哥哥特地求了殿下来接你回家，但这群孩子绝不能带走，这会拖累你的前程，不如把他们安置在这偏远乡野，从此永不相见吧。和这群负担断个干净。姐姐以后回京，进了东宫，咱们姐妹互相扶持，想必你也会轻松不少。怎么，真舍不得这群孩子？温婉心，你还想带着这8个孩子进本宫的东宫？这小祖宗嘴巴一点把门的都没有，要是说出些经世之语，反倒给他们抓住把柄刁难。姐姐是觉得当众承认这8年的经历难堪吗？但太子哥哥心慈，他说不嫌弃你的过往，只要你点个头，姐姐就能跟我们回去。我不回去。在丞相府学的规矩都忘光了吗？见面就给商脸色看，到现在还没吃够苦头。执意守着这群外人，莫非在边疆待久了，你也变得这般自甘下贱？沈学渊，我告诉过你，他们不是普通孤儿，你们没有权利强行拆散我们，更没资格安排他们的去处。为了一群外人编造这等拙劣的说辞，本宫倒想看看，在这大事还有我安排不了的人。本以为你是被迫受难，没曾想是你自甘沉沦，丢尽了丞相府的脸。沈学渊，你仔细看看，这是你皇叔失踪2年的儿子的身份象征，认清楚了吗？别胡乱攀扯，本宫的皇叔绝无活着的子嗣。哼，连自己堂弟都认不出来的人也能当太子？我是护国公的长女，有什么冲我来，不准碰茵茵和我们要挟她。不知天高地厚，这些说辞全是姐姐为了逃避回京伪造的信物吧，简直荒唐。温月寒，你听清楚了，随意拘禁逼迫皇室宗妻与重臣子女，依大审律法乃是死罪。皇亲国戚，小婉，我看你是疯魔了，为了几个来路不明的孩子，你这戏演的未免太假。婉英，8年没见，你居然学会撒谎了，这种手段就想骗过本宫？姐姐竟然让孩子冒充皇室，这若是被有心人传回京里，不仅是姐姐你，怕是整个丞相府都要被牵连受审。姐姐，你还是因为当年那桩后事在恨我们吗？有我在，这种谎言成不了真，你别怕。温婉音，8年教训还没让你学乖吗？珊珊才是我的亲妹妹，你不过是个霸占身份多年的艳婆，你凭什么跟她争？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大言不惭？茵茵，他们这些人以前就是这么待你的？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再等1刻钟，1刻钟后接孩子的人就到了，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撒谎。哼，1刻钟到了，温婉音，你还要拖延到什么时候？哥哥别生气，若是姐姐舍不得，咱们丞相府家大业大，留下这8个孩子也不是容不下。商，他们与我们无亲无归，本宫都不认得他，你竟还要留下他们？只要姐姐听话，一切都好商量。但是姐姐进了东宫后，可不能再见这些孩童。若以后被我知道你偷偷私见孩童，哪怕是为了让姐姐长长记性，也是要在姐姐身上动一动私刑戒律的。你们这3个坏蛋，简直欺人太甚！温婉音乃是我父皇称赞过的奇女子，你们沈国不仅不识明珠，竟还这般苛待她。我等这就传信给大梁，看你们沈国到时候怎么交代。这孩子太不礼貌了，婉音，这就是你教导出来的孩童，为了留在这儿，竟然教孩子撒谎。末将来迟，让温姑娘受累了。谁敢在此为难姑娘和贵胄幼主？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定江侯和大将军的人呢？边境突发暴乱，侯爷已亲自率军镇压，此地危险，末将特来先行接应。暴民拦截，说是如此，大梁派来的人也定是被堵在路上。婉音，闹剧到此为止，
一个不知名号的兵卒也值得你当成救兵？为了留住这些无关孩童，你连自己的名节都顾不得，编出这套弥天大谎，真是令人心死。既然如此，本宫不介意替你清理了这些孩童。屠户，你不是已经死了吗？你怎么在这儿？我就说姐姐为什么执意不肯走，原来是你在这儿接应。姐姐，你还要错到什么时候？快，别管这里了，快去传信谢定江侯和大将军，请他们亲自带佩剑过来作证。温姑娘保重，末将去就回。刺杀本宫还想跑，当真是亡命之徒！沈玄言，你住手！他是边疆守卫朝廷的正式武将，你疯了吗？别杀他，他是无辜的，他不该被你们这么对待。就凭你这种垃圾，也敢在太子殿下御前亮当任？姐姐，你也太单纯了，这种狗贼分明是见事情败露想行刺殿下，怎么可能是你嘴里的武将呢？姐姐还是静下心再想想，当真要为了这些孩子把命也搭进去，成人重托，必死守到底，我绝不会和他们断了联系。温婉音，都到现在了，你还要执迷不悟，违逆整个家族，护着这些来路不明的人吗？他们是命，不是草芥。我说过，丞相府我绝不回去。回不回由不得你，这都是你欠上的，欠咱们府上的。今天你不长记性，我也由不得你。哎呀，哥哥快停手！血流了这么多血，姐姐莫不是怀了身孕？这事若是传出去，带着孽种入东宫，姐姐的名节可就全完了。我不该逼你的，原来是姐姐坏了事，才不敢跟我们走啊！温婉音，温乐长，你胡！严家看管！温姑娘冰清玉洁，休要满嘴喷废，哪来的身孕？这位死到临头的屠夫倒是够忠心的。既然不是身孕，你如非做了什么亏心交易，又何必拼了命的在这儿护着？别硬撑，小婉，这皮肉之苦何必自讨？你只需点头答应归顺家族，放下执念，以后进了府，这身体总归是能养回来的。8年，整整8年了。为什么？我也想问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日子定下的亲啊？少费力气了，太子家亲自交代的，你若出现在京城，他看了会不高兴。别打了，哥哥，姐姐这副样子当真是要晕死过去了。太子哥哥，姐姐到底还是在这边久了，割舍不下。我听说佛门心境能断红尘，既然她不听劝，不如在此先落了发，送入清修，等她冷静几月，咱们再来接。瞧瞧，这样干净多了。温姑娘，是末将无能护不住你啊！姐姐，这就是你指望的人，一个这种档次的冒牌武官，事到如今还在这硬撑给谁看？你赢不了我的。我说了，你马上就会知道。定江侯陈广真在此，尔等逆贼竟敢在我封地动一兵一卒！定江侯误会了，
在下温子义，正陪太子殿下奉圣命带佳妹回京，绝无作乱之意。这就是你所谓的带人回京，在大沈境内把朝廷命女砍成重伤，强割其发。你们当皇命是纸糊的，还是当本侯是个瞎子？侯爷，晚央自甘下折山匪行刺楚军在前，故今日之举实为清理门户。我看谁敢再说茵茵一句坏话！沈国太子是吧？原来你连你邻国失踪2年的嫡皇子都认不出来。我们邻国与沈国井水不犯河水，刚才你却想让我们死于此地。不可能，邻国皇子早已失踪，绝无现实可能，这是假的。护国公长女4年前意外离京寻医，怎么会落在此处？李家侯，这些全是温婉英教孩子编造的谎言。他用几块捡来的烂铁碎玉，就想拉我们所有人一起死。卑职吴镇林奉大将军命死守边陲。方才太子殿下亲口说卑职是山匪，说小皇孙是野种。殿下这一口忍定的死话，是要逼边境重臣之女、各国子孙一同去阎王殿吗？沈玄生，你要不要数数看，你今天这身袍子够不够染这些孩子和忠臣的血？看来不止老夫一个人等不及要跟你算这笔账了。大义，你照实说，婉心那孩子还有活路吗？刀伤一共7处，若不是温姑娘最后偏了半分，肺腑都扎穿了。最毒的是这一拳断了肋骨，内火都被打裂了，这分明是死手。沈玄渊，这就是你教导出来的楚军？爹，这个文月堂亲口说女儿是边疆乞丐，他凡是把祖母传下的护国族信物扇飞到泥潭里。文月堂，你一介无风无毫的假千金，竟敢公然践踏兵权象征，这是要谋反吗？我不知道那是真的，我以为那是温婉英买来糊弄人的烂木头。婉英，别争了，这丞相府已经没有你的容身之处了。8年，我就在这万里之外的鬼地方亲手关了他8年，我还以为他快活。温大人，看着亲妹妹流光了一桶血，终于想起你也是人生养的了。温子义、沈玄渊，来看看这份8年前从你东宫流出来的购买禁药红花伞和调包花轿的清水手印供制，这是你们8年前给我的新婚大礼。那封信不是烧了吗？你烧的那份是我抄的，真迹我一直留着。姐姐，你这是何苦？当年明明是你跪在我脚边，说你向往自由，逼我帮你替嫁，是我为了救你才背上弃君之美啊！原来如此，婉月，当年的一切都是你处心积虑的脱身之策。哼，真以为天下人全是你们豢养的信徒？带上来！那是咱们边陲9镇的活观音啊！这8年，若不是温姑娘出计修去云水，咱们全都要死在那场蝗灾里。就是，这些权贵子弟在咱们这里躲仇家养病，如果没有温姑娘昼夜照顾，哪里能活到今天？这些刁民都受了他的恩惠，他们的证词做不得数。别浪费时间了，本使者代表大梁在此立誓，今日之事若不能在大沈金銮殿上拿出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大梁边境的10万黑铁甲，随时可以替你们沈国清理门户。你敢威胁本宫？这就叫有难同当。不必再争了，回京，金銮殿上万事自有分晓。他等的是让我自己走进刑场。此地远离京师，老臣提议，所有人无论身份贵贱，即刻启程押往京城，由圣上在金銮殿亲自断这桩奇冤。孤乃沈国未来之主，岂能与叛徒旧仆同罪关押？楚君无德，满纸荒唐！沈玄渊，你且回京看你的圣皇老子还认不认你这身金衣？请。别怕，这一回谁也别想再从我们手里抢走彼此。
茵茵，我给你做1辆车，谁敢再动你，我第一个跟他拼命。这个你收着，谁要是路上敢使坏，拿这个砸他。好，我收着。轩辕哥哥，等回了京，你就说你是被温婉音骗了，一切都是他设的局。够了，你一路上除了哭闹和栽赃，半个稳妥主意也无。说当初娶的是婉音，绝不止如此。若是姐姐回来夺我的位，轩辕哥哥，你也舍得眼看我被万箭穿心吗？别忘了，你我是明媒正娶的夫妻。明媒正娶，4字而已，你我心里都清楚，这媒里掺了多少迷药和血。大哥，快到京城了，那毒妇杀我们时怎么也想不到还能活着走到金銮殿门前，这次就算拼了我这条老命，也要在殿上撕了他的皮。翠儿，你的冤，哥替你带到皇帝跟前了。温婉音，去死吧！你死了，就没人能保得住那帮贱种！回禀侯爷，侯爷，这是当年温月行以500两黄金为诱，指使恶仆将贴身侍女翠儿投井灭口的血纸书。不错，你8年前就开始布局杀人灭口。原来，你背后的恶从8年前就开始了。我亲手送你进地狱，养了你8年害种。恶有恶报，时辰未到而已。京城，我回来了。瞧，那是8年前被丢到关外的温家大女。你没见人身边跟着的是谁？那是护国公千金和大梁皇子。听说沈国太子带了个冒牌货在边疆凌虐忠良子女，还是温家2小姐拼死救下的皇外。咱们那位太子爷这回可算是摊上大事了。侯爷，您可算回来了。陛下口谕温子义及议应犯案人等不必更衣受洗，直接带入金銮殿。各部官员已跪后就绪。温大人，8年了，万岁爷说了，他亲自还您那8载寒风。8年前，我从这道门被丢出去；8年后的今天，我是自己走进来的。陛下，老臣镇守边关8载，未曾想归京之日，竟见我大神楚军在荒野之地屠杀守边将领，辱没2国盟友，欲残杀发妻，灭口重职子系，桩桩罪行，绝无半句虚言。沈玄渊，你自己看看。陛下，微臣武振林奉命护卫，太子殿下亲手掠界行刺，称臣为流寇山匪。温月商公然凌辱护国公千金及大梁皇子，欲逼其饿死荒野。若温姑娘晚到片刻，继位贵胄，已成土中冤魂。皇上饶命！这武家定是与温婉心私通才胡言乱语。你当时只以为那群野孩子是杀猪酱的种。陛下，这只碧玉簪子是证据。8年前，温月裳指使我2人将嫡长女迷云阻拦进门，事后派人追灭杀口之伤，我兄弟2人侥幸逃生。陛下，随侯爷入京的仵作已重验8年前井中翠儿之尸，翠儿并非溺亡，是遭人重物击颅，买命金源头，正出自温月商私账。不是我，是温子义做的。要是他喂的，车是他换的，还有沈玄泽，是他说管教无所谓，他只要我。陛下，8年前确实是微臣鬼迷心窍，亲手为了婉音断神伞，送他进了地狱。此罪，微臣万死难辞。但温月裳方才所说，车是他换的是实话，可换教的源头是他拿着沈玄泽的私印，先伪造了东宫换教的手令。微臣只是没能看穿那封手令是假的。你伪造了我的印！身为一国储君，联手妇人偷换婚约，欺瞒朕整整8年。沈玄渊，这金銮殿的珠子上染不染得出羞愧2字？婉言，孤以为当年换教是保全彼此，直到今日看到你在泥沙中拼出来的骨气，才知道孤亲手折断的是大婶最熬过的风。这8年，孤确实负亲至极。太子殿下，这8年前你不说，今天也不必了。陛下，失德如斯，罔顾伦常，如何继承社稷？
请皇上为民做主，废黜储君之位。请皇上废黜储君，严惩乱臣。大梁2名嫡传皇子在大审地见险些葬于荒草。沈皇陛下，这道歉公函你若写不痛快，大梁边境的10万黑铁蚁或许能代为列笔。陛下，微臣在边关8年，嚼过树皮，挡过刀剑，护过您的亲侄。今日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讨一个公道，公道自在人心。微臣只是要替那碗迷药，替那顶被换的花轿，替翠儿那口枯井，替武将军身上那几10个血窟窿说一句：恶有恶报，天不藏奸。那是我的婚事，是我凭本事抢来的。你们男人不是喜欢柔弱的吗？温月商骗得全天下围着我转。疯癫丑态，将一干乱党先行打入天牢，由刑部宗人府连夜共审。文婉云呢？让那个杀猪匠的女人滚出来见我！哟，还在做梦呢？在大殿上把自个儿爹妈和情郎全推出去顶罪，你这毒妇真天子一号。我只是想活得好一点，我有错吗？8载光阴，孤以为护着的是梁山，却亲手折了大沈最傲骨的风。喝点吧，温大人，丞相大人托门路给你备下的。阿婉离家那天也是这样吗？滴水未进，只有满心绝望。护国公千里没出，这些边境通商商路规划，去年走10趟，一定会发宝宝。咦，你看，这是小八画的，我也出了力。那些圈圈是我帮他画的。我爹说过，行军扎营要先看水源和坡地。小八画的还真有几分意思。你看这一处，他标了老弱难行的坡。我上次路过时，确实见流民卡在那儿上不去。水源、荒地、老弱难行的坡道。小八，你这张图帮了茵茵一个大忙。真的？好，这张图拿给老夫看，比户部那帮蠢货3年画的玉图都有用。孩子们的眼睛有时候比咱们这些老骨头尖。等茵茵把事办完了，咱们一起把这些圈圈变成良田。屯田安民，第一步就是先让那些说女子不懂治国的人看看这张图。奉天承运，废太子沈玄渊调换御命婚，凌虐国才。即日起夺诛除名，北为贱民，流放宁古塔苦寒地终生。温子义罔顾亲情天道，受常年牢狱苦刑。温月长判凌迟，再施5马分尸之极刑，尸首弃于乱葬。姐姐，你是温家人啊！求求你了，快舍了我，以后做相爷也有面子。我的一半头发已在关外碎在土里，你的血脉与哀求在那夜新婚马车窗外已经尽了。这世间法度严明，你不死，我对那些冤死的忠灵毫无交代。已成。官爷，最后一封书信呈给他，让我再远远见一面，行吗？新相国旨意，旧日遗骨不必见，从此边关归边关，开路。小八，这个安字要写得稳，天下安，民心才能定。边关屡战之难，不在兵力，在粮草中转。以此地清平谷为终点，设2级军屯，先年内可省数百万担运粮耗损。好计。温婉音，定江侯说你有相才，朕起初还有疑虑，如今看这3卷平边安民册。小八在边关住了2年，见过流民冬天把树皮都剥光了。他们不是坏人，是鳄鱼有田种，他们不会造反。我爹说过，打仗先看粮，民心也是。那些流民大多是没地的农户，给他们地，他们就听话。好，好啊，连这2个小东西都比朕的户部官员看得明白。温婉心，你不仅护住了他们的命，还交出了他们的心。是孩子们自己争气。温婉音，接旨，即日起封你为内廷1品掌印女官，兼修边关税职。朕等你给大沈一个太平边关。微臣必不负圣上重托。朝中诸多迂腐老臣，若敢为难你，直接递折子到朕御案，朕替你撑腰。茵茵，我刚才说的那句流民不是坏人，是去年冬天你教我的，我记着呢。茵茵，
我娘说你在朝堂上把那群老头说的哑口无言，真的吗？大梁皇子带来的，说是他们那边最好的。温大人，我记得你以前问过我，大梁为什么北边富庶南边贫？我回去查了卷宗，是你说的，南路多山，商道不通。我知道，我爹说过，山里的东西运不出来，平地的粮又进不去，所以才穷。你爹原话？我爹说，要是能把南边的山路打通，大梁的南边3年就能富起来。山路打通，如果从清平谷侧翼修一条支路，接上大梁南道的旧邑，那条路若修通，不仅是商贸，边关粮草的转运也能借道。你方才说大梁南道旧邑，那份意图你还留着吗？回京时带了一份，明日让人送到你府上。茵茵又要画地图了。茵茵，那个清平谷，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怎么？我想跟你一起去。我爹说，江门之女不能只会骑射，还要懂民生。我想学。我也去，我认得那边的路。好，等朝堂上那边尘埃落定，茵茵带你们一起去。朝堂上一场仗打完了，真正的仗在边关。这就是朕养的薨谷之臣。边关流民3日之内焚烧官仓，你们告诉朕，除了杀就没别的法子了。陛下，边关粮城本便短缺，若朕既耗费无数，不杀恐乱事蔓延。陛下，女子干政乃乱国之兆。温婉英虽有边功，但屯田安民乃国之根本，岂能凭一介女流之见决断？她懂什么稼穑民生？女子心思诡谲，若执掌边关屯田大权，长此以往，朝纲不振，祖宗之法不可变。陛下，臣不说话，请陛下看这张图。这是清平谷，水源充足，荒地连片，离流民聚集地不过今日脚程。若在此处设2级军屯，引流民以供待朝开荒，3年之内不仅自给自足，还能向边军公粮。赌不如输，与其杀，不如给他们一块能活命的地。谁说女子不懂治国？朕倒觉得你们这些高坐庙堂的人，还不如边关一个孩童看得明白。温婉英，此策由你全权督办，即日起，你就是大沈第1位执掌边关屯田的督粮副使。温大人，陛下说了，文书不必急，让您好生歇几日再去边关。歇不了，边关的流民等不起，清平谷的荒地也等不起。传令下去，明日卯时，督办车马准时出发。温大人小心，流民数量太多，恐有变故。温姑娘，大伙儿听到了吗？活观音回来了，温相显灵，我们听温相的话，不闹事，只求口饭。爷爷别跪了，茵茵带我们来看地了，很快就有田种了。我爹是大将军，他也会派人来帮你们开荒，我替茵茵担保，说到做到。你们看，这是清平谷，水在这里，荒地在这里，今年秋天，这里就是你们的家。8年前他们把我丢进地狱，8年后我要把地狱种成良田。相爷，您贵为掌印，这种土活让我们来就行。3年前您在这里嚼着树布带那几个娃娃的时候，咱们谁想得到这荒滩能活出人味儿？种的是苗，定的是心。乡长，按我的公文，凡登记入册的流民前3年不纳丁税，谁开荒谁收成，白纸黑字盖的是印信，谁也抢不走。观音呐，朝廷那帮大官说要把咱们乱棍打死，若没温掌印您回马一枪护着咱们全家早就填了战壕了。是阿婉，是那个身上总带一股苦药香味的丫头。陈伯，是我，回来看你们了。丫头，快！如今你风光了，伯德告诉你一件事儿：6年前，那时候那个被锦衣在井里逃那位香客围着到咱们村，他派人说了什么？他们挨家挨户散银子，非要说你在京里是因为杀人才逃难出来的烂货，说你收留那些重臣孩子是为了换命，让赶你走。好在你这些年1口粮1碗药的救咱们，大伙儿一顿棍子把那些坏本全打了出去。那婆娘存了心要你死在这绝路上啊！大人，那温月生竟然在大局未定前就开始。我已置他如蛇蝎，却没成想他当初便想要毁掉我在边灾这最后一处净土，如今他已化为骨血灰，倒真是便宜他了。哈哈，好一个温婉音！那些文官会拿着折子在万岁爷面前扣那3斗米5斗面，老夫守边20载，
从没见边民能对着老子手里的刀不抖，反而笑成花。边塞安宁是将军之武与民之劳相切合，相报京城是让那些自诩清高的人知道，女工能平障，亦能平乱。一个从屠户枕头边逃回来的妇人，竟能在金銮殿劈麒麟，那是祖宗传下来的颜面。民间现在全在传，他当初能从荒漠回来，全是靠了裙带之弊。明儿就传那温大人与塞外几个将军不清不白，连他那个在边关死了的杀猪将夫，也能变出一桩桩见不得光的香艳官司来。功高盖主又如何？一个女人的名节，只要毁个干干净净，那些捧她的人，我看谁还有脸为她说话？江宪，你当年当着众人面说我摇笔杆子的废物，你说对了。可你死得那么光彩，战死沙场，万人送葬，而我门下的弟子这些年被一个个贬谪流放，连个收尸的都没有。温婉音，我不是恨你一个人，我恨的是你们江家这种武夫治天下的傲慢。你兄长死得早，没来得及把这份傲慢传下去，可你替他传了。你若只是做个贵妃，我容得下你，可你要来做相国，那就只能是我倒，或者你死。陛下，祖宗家法荡然无存呐！自这温婉音入阁，我大沈朝政处处充斥着异域勾连的气息，边疆流民被他抚得顺服，究竟是由于他能干，还是由于他与大梁那2名嫡传皇子勾结成党？陛下，一个从边疆马棚里爬出来的弃女，若无大梁暗中相助，怎能在短短3月内理清千年商道？其心可诛，其意在夺位。诸位大人，开口污蔑，闭口乱法，在座诸位口中的大才，莫非全是靠捕风捉影练就的口活？我若勾结大梁，此刻踏碎这金銮殿的便是大梁的黑甲，而非你们这些只会在陛下脚下颤抖的懦夫。大梁使臣及2位皇子求见。沈皇，本宫在大梁王庭竟听闻沈国重臣污蔑温相是卖主求荣之徒。谁刚才说温大人勾结我们图谋沈国？睁大你们的眼看清楚！若无温相在大汉之年匀出的那3万担军粮，沈梁2国早就因为流民冲撞开战了。这不叫勾结，这叫2国联手定天下。他是大梁奉为国事的人，你们却当他是敝地。沈玄元无国时，你们这帮腐畜不放一个响屁。温大人刘汉定边关，你们倒舍得一张烂嘴。我定江侯府满门将领的性命给温大人作保，本宫找他的虎符尚在，老夫那8名视若珍宝，受温大人8年活命之恩的遗嘱尚在。谁敢再言诋毁，便是在诋毁沈梁2国皇室共同的恩情。查查老相上家里那些多出来的黄金枫叶，再查查已经下野在家养老的那位老丞相。真想看看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流言背后，究竟是谁这般心切的想让他那刚伏法的大女儿讨一个所谓的名声清白？回陛下，老丞相近月联络朝臣17人，更有户部老臣从中暗设关税圈套，欲置温大人于死地，替王女泄愤。爱其幼子，竟然疯到不惜断朕一条臂膀。老丞相这一局，当真是父爱如山呐。刑部锦衣密使何在？臣在。这几人老墨昏聩，不仅私收败王逆党温家余运贿赂，还恶意毁坏我大沈众相之名，甚至离间盟友大梁之意，当场扒去官袍，抄没家产，3代不得入仕，全家打入天牢。陛下，臣是死谏，臣是对祖宗负责啊！温月上堂无辜。受了这一场安杂气，你竟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身在深潭，看边岸边疯狗乱咬，自然无需眨眼。陛下深明大义，婉音必更鞠躬尽瘁。爸，既如此，这沈国酷酷善治，2国商贸编码总纲的玉玺令印，朕也就能彻底放手交给你了。温婉言，去吧，放手做给朕，做给全天下的不识者看看。大人，沈，那罪人从宁贝塔流放地给您递了一封信，他在劳纵中咳了血，求小的务必亲手交给您。大人，毕竟曾经，要不您还是看看他到底还执着什么？执着？他当年把婚约和毒药一并送我的时候，也没见他这般多情。他在那日夜凿石，只为买这一口传递忏悔的机会。他说，他亏欠您一生。他的亏欠，圣上已用法度断了，剩下的余情，连灰都算不上。来信了，他给我来信了。阿婉呢？他看了吗？他是不是也想通了，想见见我？温大人，
您那信啊，连他的衣角都没碰到，就被当场一把火化成灰了，还见你？沈玄渊都没资格见的人，你算哪根葱？丞相和大夫人在府门前跪了1个时辰了，别说婉英小姐的人，连个回响都没等来。三少爷，这债你们当初做的太绝，还不了。我不信，他是温家的骨血，他绝不会如此。婉音，我收到密报，沈玄渊在宁国土遭了3年时，用碎石梯边民修了一条云水渠，前几日因劳作过度咳了血，他攒了半年的钱，才托人送来一封信。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告诉你，他在赎罪，虽然他赎不回了。修渠是活人的事，写信是求自己的心安。他要是真想赎罪，就该把那渠修完，而不是把力气花在送信上。治世先看良路，后看人心。若两国的商贸通了，那边塞的血案自然会少。你们未来的功业就在这互市之间。老师，您标注的这条粮道为何不走直线？直线更快，绕路反而多了3日行程。直线穿过沼泽，雨季泉淹。这条路虽远3日，但沿途有3座镇子，百姓可借运粮之便做小买卖。路远3日，活人3000，你说哪个更快？那老师，商路互通，我讲驻边关防运兵呢？商队过关必验文书，必查货品，必限人数，防的是兵，通的是民，两者不矛盾。茵茵，这个青平谷，上次你说要在这里设军屯，后来怎么样了？已经开垦了800亩，明年春耕后可以自给自足。小八，你记不记得你画那张图的时候，你说这里水多，这里地平？记得，我当时画的歪歪扭扭的。歪没关系，方向对了就行。那幅图现在挂在户部的议事厅里。你教的那些孩子，比太傅带了10年的学生问的还深。因为他们问的是自己见过的东西，边关的风沙，商队的驼铃，流民的眼泪。太傅教的是书上的道理，我教的是地上的道理。地上有地上的难处，你方才说的那12条护市关防，朕已经让人制抄发往边关各州了。温婉音，你在这课室里讲的话，比朝堂上那群人讲的都管用。爹爹，你看我绣的莲花像不像？像，不过人家绣花都是给女儿绣鞋，你这倒好。等我绣好了，爹爹天天穿。给爹爹绣的。阿婉，我从前也是真心疼过你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月商回来那天。那天你一看到月商就垮了脸，不肯叫他妹妹，不肯让出东厢房，不肯把婚约让给他。你从前明明那么懂事，你怎么就不能让他呢？他居然要去做左右都御险了。月山死无全尸，他倒是在这皇恩下平步青云，绝不能让他好过。丞相放心，京城茶楼酒肆已经将宫汽油尽传遍了。这话说去，那些温家带故者皆不得入朝为官，谁不寒心？即便没有实据，这名声一烂，看那些护他的老臣谁还敢出头？我要的是他的名声烂在泥里，让人知道他连自姓什么都忘了。回禀陛下，臣查访了京城32处茶楼酒肆，流言的源头确实指向丞相府。所谓温相打压旧部一事，纯属子虚乌有。不可能！我亲耳所听，亲眼所见，温家旧部10余人被贬被罚，难道全是巧合？巧合？你口口声声旧部被贬，倒不如说说那10几个旧部在任上都干了什么？贪墨军饷、私扣赈灾、引买卖官职。你是说温大人不该罚他们？陛下，这就是老丞相口中被挟私报复的忠良旧部的全部案底。父亲大人，您为了给温月商讨一个公平，不惜把自己的亲生女儿说成6000不认的小人。您让我回温家认祖归宗，就是为了让您亲手再把我推出去一次。文成，身为3朝重臣，造谣构陷当朝相国，离间天家古脉，剥夺一定兵士任权，减俸3等，滚出朕的眼皮子门前！婉音，你当真不肯再叫我一声父亲，哪怕是为了你母亲？您让我回温家，是因为觉得亏欠。可您后来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用行动告诉我，在您心里，我永远是那个该让路女儿。月山是您心尖上的肉，我只是您良心上的债，债还完了，肉还是肉。完了，臣要是见了红，这2年的边贸太平就全毁了。外臣此番前来，1为庆贺，2为排忧。
沈梁两边军队因地界之事争端又起，我黄岩举国维信德国大审一品女相温大人的人格与笔锋，点名请其主持和谈。笑话，和谈本是男子权术之能，休得妄言！朝堂用人为才，何来男女之分？温婉欣，你随大梁诸位使臣一步侧听，全权处置边境和谈事宜。温大人，我黄点名，请您主持和谈。两国边民因届时犹疑已冲突数次，若再拖下去，怕是要见血了。老师，问题在这里，届时被大水冲移了3里，恰好压住了这条河的上游，退让3里，建立两国公祭田，由大沈将军与大梁定边侯共守，所得之粮充作边军，双方官兵从此有口饭交，水2家分，田2家种，这便是两国的平安。老师，若以后有人系意再议届时呢？届时一位不是大水冲的，是有人在试探，所以协议之外再加一条，凡善意届时者，两国共诛。定江侯这条你和大梁那边对接一下。明白，温大人。临行有我没战之残红顶着，两国商路如泥中之舟，感谢你交出的2代人的太平。替我回陛下，届时可以移，水可以分，但两国的路不能断。这份协议，我明日会拟出详细条款，双方过目无异议后便可签署。谈得漂亮，那些在背后嚼舌根的人，这回也该闭嘴了。文清，今日起，你可以正式进入正事堂。听说了没？宁古塔那边又冻死了几个流放的罪人，昨儿晚上抬出去3具。那边冬天能冻掉耳朵，不死人才怪。不过据说有个姓沈的罪人，这几年一直凿石头修渠，倒是一天没停过。南方涝灾，千里沃野变沼泽，一子而食的折子堆了半尺高。户部、工部，谁给朕拿出一个章程来？陛下，灾区水深益重，道路阻绝，更有暴民集结，臣等非不愿办，实事无策。臣温婉音，愿代天巡狩，南下赈灾。你刚从边关回来不到半月，边关的田种上了，南方的水还没退，臣歇够了。大人万金之需，这里多是饿疯了的亡命之徒，您不能过去。我是大沈相国温婉音，想活命的拿着铲子跟我来，想闹事的看清我身后那些铲子，不是来埋人的。水深到能淹死几万百姓，却淹不死你这种蠹虫。来人，将他关进天牢，锁了库房，1袋粮1粒米都不准再经他的手。咱们本想反了，幸得有相爷，不然此地已是焦土。沈国有此相，真是大福。相爷，喝口热的。以后你每天都能喝到热的，我保证。南方涝灾已平，温清办事朕放心。传旨，赏温婉音麒麟服1套，出入内廷可乘轿。温相，这入了冬，办事乏累，下官想问一句。若是这年底的赈济银能多给京南的一支派系宽限半分，下月的户部首胜，大伙儿可都为温大人是从。赈济银是活命的钱，拿活命的钱来喂私库，诸位是觉得本官在南方还没看够枯骨？拿走。哼，温婉音，做人不能太毒。你不依附咱们，在这京城没人能给你背书。丫头，如今2派都在憋着坏招对付你，你谁的边都不占，等于是把后背露在风雪里。侯爷，婉音这身子骨在边关的风里吹不折，在那些安扎权谋里就更不会化了。这朝堂是圣上的朝堂，只要他们互斗，我的利民之策才能推得更稳。好一个巧劲儿平衡！温大人，天牢里的3少爷托人带话，他说他的日子快到了，只想再见您一面。走吧。还没去吗？陈书信，负攒了这1年的悔，只要你把这1袋银子递出去，求求你，让他哪怕看在以前那场雪的份上。大人，别费这力气了。相国府的门槛高，不是咱这种阴曹地府出来的信能落得了的。昨日他马车来过，在街角停了片刻，车帘都没掀开就走了。大人，天牢那边又传了一次话，说3少爷咳得厉害，怕是撑不过这个月了。知道了。他说他最后悔的是8年前那场雪没有回头看你。
回头又怎样呢？他回头了，那碗药就不会喂到我嘴里了吗？大人，听说他死前最后那句话是让人转告您：去修完了，我欠边民的还了一半，欠你的还不完了。他还记得修渠的事。人走了，信也烧了，渠修完了，他便不欠边民什么了。至于欠我的，他早该知道，还不完。渊儿，那渊儿也死了，我的月赏死在午门，这回我这一房是不是彻底没盼头了？一个都不要了，一个都没留啊！老天，这是我温家做了什么孽呀？小婉，是你。三哥居然能在咽气前，还能瞧见你穿着相国才有的颜色。圣上恩典，让我来看一个故人上路，有什么放不下的，尽管快些说。那一碗药是月商执事老二专门偷了老家管家的印去开的方。爹娘当初不知你离了京，月商对他们说，是你心生傲慢，说是要把全家人当作向上爬的台阶，逼我们送你走的。父亲与母亲当初若非存了偏见，18年随的嫡几化温子义，你帮凶了扒给我，是想让我陪你一起在这些真相里烂掉吗？我错了，那雪地里你追车的印子，我想了3000多个夜晚。我求求你能喊我一声哥哥吗？就一句，算还了咱们温家欠你的那盏灯。欠下的债能还，不能复原。我原谅8年前那个眼瞎的清水和丫鬟，也能原谅天底下的蠢人。但我与温子夜在那个调换的花轿前，已经成了陌生人。这盏灯留着在地府找你的路吧。婉音，你哥哥他还能活几天了？你就不能让他走得暖和点吗？他走的时候我不会送，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义务暖他。您回去吧。我小时候学写歌字，他握着我手写了一遍，说这个字要写得稳，因为哥哥要给你撑腰。后来他亲手把我推出去，我才知道字写得稳不稳和撑不撑腰没有关系。坏了，这温三少爷到底是没挺过这一关，咽气儿了。在那温长之离开之后，他就神志不清的喊了3天，这仇家变成了一国相爷，换谁都活不下去。婉音，哪怕是你恨你哥，现在人也走了，难道真要让他成了这天牢里的驱死鬼吗？那可是你的亲手送啊！阿婉，老夫只求一句棺木，送子夜回家入土。陛下早有律法，罪人暴毙，弃于城北乱分。本官允许尔等前去领尸，但无碑无旗，不得张灯结彩发丧。一具薄棺悄悄葬了，便算是全了这一脉血里的余恩。此后温子燕3字在沈国宗册即为抹杀。奉旨到。查温相旧部温子义行使忤逆，其父治家不严，实属昏庸。即日起准其辞官归隐，离京返乡务农，3代内不得复入官场，永不得无诏归京。这土里，咱们一家就此断了。父亲、母亲，离了这繁华京城，多见见当年的树皮和荒野，对2位来说是大赦。路途遥远，不送了。温子义也死了，前脚他爹妈刚出城，后脚天牢那边就抬了人出来。温家这一门当年是何等风光！温月商嫁太子的时候，京城里谁不道一声好姻缘？谁能想到最后落得个五马分尸、流放荒野的下场？温子义当年亲手喂那碗药的时候，恐怕也看都没去看一眼。可现在他死了，你说他心狠吗？他说不心狠，一个温稳人当江女游戏人，对方的死活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去了，听说从头到尾没喊一声哥。沈轩辕也是啊，你说修的到底是一条渠还是他的良心？陛下，大沈虽兴，民根却朽。臣拟的3法：1. 流民屯垦分3级赋税，给贫农5年养息之期；2. 借大梁户少之力开设公家商塾，凡民女有才者亦可参读；3. 赋税专款专运，不经地方盘剥。荒唐！圣贤书里哪有让女子与男儿同坐论经的道理？你减免那5成赋税，国库空虚之时，你是想让沈国的江山动摇吗？哼，一派女子义气之谈，赋税少收1两，前线就要缺一根长戟。本官的人是在边关那一地恶鼠里生出来的，大人觉得少1两银是少根长戟，本官却在边关亲见百姓由于多交那2、3枚碎银，便全家上了吊。若天下无耕种之人，诸位桌上的长戟、头上的官帽，全成了土里腐朽的败草。急报！江南受灾9府万民联名上书，请求朝廷依照温相所提方案，免除今年租调他们承诺，
3年后10倍报恩，联名伞已送大城楼。老太傅，你们看的是纸面数字，相国看的是万民活命。此法分步推行，不从者即为庸官。朝廷有令，温相新政，流民屯坑5年减税，家中有田无人耕的，有地没种子的，可去县衙登记领2种。给我一家5口，去年涝灾死了2个，还剩3个。我就说那年在河堤上发粥的女官不会忘了咱们。娘，这2种能长出粮食吗？能。温相在朝堂上替咱们争来的，肯定能。那我要种一大片，以后再也不挨饿了。老师，国中书信已至，我明日便启程归乡。学生谨记老师平日教诲，勤学详善，笃行求真，定会不负师恩，不负韶华，也会永远珍惜此间相遇与同邦情谊。茵茵老师，我想通了，我不愿依仗家事安逸度日。少年当立远志，勤学笃行。我会潜心修习学识本领，坚守本心，成为能守护身边温暖、无负所学的人。那我也潜心修习礼仪学识，陪着大家一同成长，永远守护老师，守护这份温柔纯粹的美好。那我去定淮营，等这些大哥哥长大了要打架，本姑娘替茵茵护着账房。你们一个去练兵，一个去护账，那我呢？我爹说我的脑子比他好使，我留在京里替你盯着那些不老实的文官。边疆虽远，初心莫忘。若哪日由于贪利坏了这天下的稳，老师在京城可容不下你们。武将军，伤养好了。末将惭愧，养了这许久，耽误了差事。不耽误。陛下亲批，擢你为定江侯麾下先锋营统领，俸禄提2级，伤愈后即刻赴任。末将只是做了分内之事。分内之事做得漂亮，就该有分外的赏。你那日被刺了数十间，仍咬牙撑着替我和孩子们作证，这差事你当得起。温大人说了，2位是证人，不是犯人，这是朝廷给证人的抚恤银两。另外，前些日子的冤屈已平反，2位往后无需隐姓埋名了。翠儿，你可以安息了。茵茵老师，此去万路，莫忘了边关那场出血后，你教我们的以农基本。我2人归国必入枢机，以此身残命保梁沈2国边境100年无烟。大梁路远，多是重山，莫再当以前那个斗屈子的顽劣猴子，保住你们大梁的民心，便是对我最好的打理。这是我皇亲手拣选的大梁皇室孤本兵书及6州治国典籍，父皇交代，此物天下唯你配阅。沈皇已在金銮殿对和谈全书批红，温相促成2国不战而定，此乃通天之功，大梁使团拜服。封温婉英为沈国驻边抚御使，其功在不战而屈人兵，此乃相才也。今策云文件，特许参与6部机要。凭一张嘴弄些文书便升迁，这大沈当真起没了脊梁？哼！你们若有谁能让大梁皇帝亲写谢书归入宗人府，朕封你当相国也成。无能之辈，休要在此败兴。三军劳法练兵过于笨重，塞外异族如今重甲换轻骑，我们的步兵还在死记营阵。本官建议撤去重甲半寸，改为3军联保、地势暗哨之新战法。一派胡言！女子看2天兵书就敢对沈国禁卫军指手画脚，这皮甲撤去半寸，战士若是被砍中，谁命长？咱们几辈人血血练出来的兵，绝不许一个黄毛丫头改动。死于剑，或是死于笨拙。周将军，战场可不会因为你的祖宗规矩而给沈国面子。人呢？全没影了！哈哈哈！老周，低头看，温大人的阵不在明面上，在你脚下呢。温大人在塞外吃的是风沙，带的是生死官司，他眼里的兵书可是血教出来的。周兄，该低头了。是周某糊涂，边境新局非得新法。大人所创这联防营，却有守卫山河之姿。老夫这便去军署画押支持。三军固，则沈国根定。多谢老将军。太后明鉴，那温婉音疯了，她竟要开设女子学堂，教世家千金读书念字，甚至参与政务策论。这分明是由于自己尝了权势甜头，要教骚全天下女子都生反心。婉音，你有何话说？微臣曾在边关亲见因不识账目被羞于路，亲见世家小姐欲乱无主，只知自尽。读书非为夺权，乃为清醒。
陛下要的是能与男儿分担万民之重的女子，而非躲在屏风后站立的累赘。当年的大难，若没婉音这博学之师，那一桌子孩子都得死全了。准，就在皇宫西殿先开一所御灵堂，那些有闲言的人自个儿先在圣人门前数数几条能回婉音的大意。你们要学的第一门不是绣花，是在荒野之中如何一眼辨出逃命的水源，如何用笔墨杀那害民的贼。你叫什么？我叫春芽，我想读书，可我没钱买纸笔。温相说了，没钱买纸笔的，学堂里每月发。你叫什么名字？春芽。春芽，进来坐。温大人，这些烂账背后牵扯了江南12郡的中层官吏，甚至还有户部的影子。动了这些盘根错节的老鼠，朝堂怕是要翻了天。既然是老鼠钻了国库的空子，就该直接毒死。皇上命我牵头，这网既然开了口，就要一个不落全捞上来。温大人，南边的林总督那是前太子的旧部，背后更是跟京里的那2位走得近。您真不打算留半个后手？本官在边关吃过带砂石的粗粮，见过流民为了3文钱互搏。林总督这棵老树想活命，就该自断残枝，而非让沈国的根跟着一起烂掉。传令，按名单封门查办。温大人，这一路上赈灾劳苦，家中修缮也需银钱。林大人交代了，只要这次查到松陵府时墨迹稍松，那这盒子里还有后半箱大礼。你是第一个。什么第一个？第一个在朝廷封界最盛的时候，上赶着给我送死。带走他的这份厚礼，明朝晨会本官会亲自给陛下当成证据看。好，好得很。联名保这个，私通求那个。若非温相心思缜密，朕的江山就被你们这帮蠹虫啃塌了。温清办案当真雷霆，这一品刺敌和内库将金，不仅是赏你克己奉公，更是替朕堵了悠悠众口。这沈国的风气总算是能喘口气了。温大人，线下修堤的人选，咱们轻生派系举荐的那位可是实打实的才俊。若大人能一并署名，这阁老空出来的半个位置，温大人别听他的。论军需调破，还是咱勋贵营有经验。只要大人这次在预算案里通融3分，保准您的政令在边关畅通无阻。谁敢驳你，就是驳咱2家的交情。查确实是好查，可查越了位就要苦了。尚书是为朝廷挑人，勋贵是为社稷用银，这中间没私交，只有公事。谁能把事儿办漂亮了，谁的名字本官就留着；若是办砸了，我这张朱红签条谁也拿不走。你瞧，连那2位巨头都撬不动温相。这才是吾辈当为官者的骨气。正是，以往办事都得先跑那2边的府邸地门包，如今只需到温相这里看本事拿对策，办事快了，人也挺直了。北蛮突袭，咱们2座城池守备不足，怕是要步入8年前的老路啊！赶紧，要不要赔款讲和？8年前是你们先丢了良路。定江侯，我带头那批练出来的新军正在赤虎山埋伏，那里虽然地窄，但最合我的心事见朕。温丫头说的对。这时候言和是对边关将士的辱没。陛下，除了战术，粮草断不可如前太子当年那样，任由官员盘剥层地。这次臣亲往粮库亲自督运，凡在粮车上伸手之人，斩。茵茵，成了。那一仗，你的心法困难的蛮勇使团找不着北，咱们的甲胄轻便且韧，敌军的长矛压根扎不透。这回轮到他们磕头了。能活着说这句话，没辜负这2年的加练。传我的话给敌军使臣，这商道我们可以重开。但这1寸地皮若敢再进半步，大沈的10万长矛，这回有饭吃，能扎透他们整营。沈国有此女神将贤相，我国皇帝誓5年不再扣关，愿定下户部侵犯誓书。大沈3军定矣，相国辛苦。18年，我从18岁恨到26岁，又从26岁忙到30多岁，恨着恨着，事情做多了。恨就淡了，可那些疤还在，不是痛，是提醒，提醒我曾经跪在雪地里求过谁，被谁推倒过，又自己站了起来。我站起来之后，就再也没想回去跪过。这一杯
敬大沈有史以来第一位女相。丫头，当年在边关你嚼树池的时候，老夫就说过，你这样的人埋没不了。哈哈哈！温大人，如今大梁的商路畅通，边关的流民安顿，天下的女子都有了学堂可读，你欠着沈国的，早就还清了。8年前他们把我丢进地狱，8年后我把地狱种成了良田。我没原谅任何人，但也不需要他们原谅我。